嗨，大家，我手上这个呢，就是 Apple 全新发表的 Apple Watch Series 9。哇，它现在改成这个麻绳的线，不锈钢，真的是这个屏幕变得蛮大的。哇哦，我挂掉看看。哇。今天评论到这边，我是路易斯，我们下次影片见。那这是第9代呢，外观没有变，价钱没有变。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升级或是看点，可能就是这个手指捏2下的功能。虽然好像可能第6代就有这种辅助功能，是帮助只有一只手的人来去使用 Apple Watch。今天是我拿到它的第一天，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捏2下这个功能到底实用性有多大。但是我自己觉得未来是很有看点的。个人是从第1代的 Apple Watch 就购买的元老级用户，那用到现在 Series 9，我一直戴的都是 Apple Watch。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Apple Watch 是一个很好的手表，然后我会推荐给我身边的家人朋友或是一些摄影的同行。那当他们问我说 Apple Watch 到底哪里好用的时候呢，一时之间我还真的是举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没办法说得很具体。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整理了我的思绪，然后理出了9个，因为是 Apple Watch Series 9嘛，9个推荐你购买 Apple Watch 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外观，我自己在买手表或是说买任何东西，我自己最看重的就是外观。那 Apple Watch 的外形呢，从第1代其实就长得差不多，像我这次是买不锈钢的材质，我觉得就比铝合金好看很多。方形的形状搭配一个按钮跟一个叫做 Digital Crown 的数位表冠，整体非常干净、简单、利落。45寸的萤幕大小，我觉得戴在男生手上很刚好。41寸的话呢，我自己就觉得偏小，可能比较适合女生。那如果是 Ultra 的话呢，就是有点太大颗，比较复杂的一些表面设计就没有那么简单、干净、好看。第二点呢，就是它有非常多种表带跟表面可以去做选择跟搭配。表带的话呢，我自己会带2种，一个是最基本但是又很好戴的运动表带。那我自己本来就有一个黑色的，然后我这次就选了一个很接近白色的星光色。那我觉得黑色、白色，然后这样搭配银色的不锈钢，就是很好看，整体也很素，但是又不会无聊，然后又有一点质感。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自己最喜欢，然后是原厂的一个，他们叫做银色表链带吧，就是有一种不锈钢的这个材质。My God， 这个不锈钢的表壳搭配这个表链带，真的就是艺术品。然后就是它有很多种表面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那种很多功能的啊，很可爱的，自己放自己照片的。那我自己的话呢是喜欢极简，所以我就弄了一个大概长这样子的表面。这样子可以更换的表面跟表带呢，你可能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天气啊、场合啊、服装啊，然后去做搭配。那你就比较不容易因为每天都戴一样的手表，然后可能几个月啊或是1、2年就看腻了。很多男生如果你是有在稍微注意手表或是喜欢手表的人的话呢，应该那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可以买一颗类似 Rolex 啊、AP 啊这种手表，或者你可能会看到别人的时候就稍微瞥一下人家的手表，然后去看一下、判断一下人家的社经地位。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呢，你可能自己在买表或是戴表的时候，多多少少会给自己一点压力。那其实 Apple Watch 就蛮适合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最有钱的几个人都戴这个玩意儿。Apple Watch 就是一个收入不高的人也能负担，然后收入超高的人，你可能也会需要它的功能。从可能国中生到老年人、运动员到工程师、上班族到 CEO， 各式各样的人呢，可能都会戴 Apple Watch。所以戴上它，你就可以隐藏一下自己的社经地位，毕竟财不露白嘛。或者是你可以像我一样，就是掩盖自己比较贫穷的事实。一只 Apple Watch 呢，其实可以撑蛮久的，像是我老爸的第1代 Apple Watch 就戴了6、7年，都还好好的。那我自己的 SE 呢，换掉单纯只是因为我想要换成不锈钢的。那如果再继续使用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撑个3年，不是问题吧？所以其实 Apple Watch 的做工或是晶片，可能不像是 iPhone 需要跟上各种科技，所以汰换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它的一些表带跟配件都是可以继续做使用的，不像什么运动相机，每1年那个大小都不一样，配件都要重买。毕竟是摄影频道，总是要讲一点摄影。第5个呢，就是这个找手机的功能。那我知道这个功能听起来废的，但是相信我，只要有购买 Apple Watch 的人都知道，这个功能真的是可以说是 Apple Watch 最好用的一个功能。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我这个说法啦。我是不知道大家使用的频率，但是我1天可能会使用个69次吧。老板你好。老板你好，我快速问你一个问题。说。你 Apple Watch 最常用到的功能是什么 ？Apple Watch 找手机啊。好 ，OK， 谢谢，好，拜拜。那边嘞？那边在这里。但我是说认真的，就是很多人问我 Apple Watch 最好用的功能是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个找手机功能，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唬烂。直到他们自己真的买了一只 Apple Watch 之后，才会发现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好用，而且我觉得好用到就是如果单独为了这个功能，就是很值得去买一只 Apple Watch 了。很多人对 Apple Watch 的第一印象呢，就是运动的时候很适合佩戴。那像我自己在跑步啊、打球啊各种运动的时候呢，确实都会带着它。带着它呢，就像拥有一个健身伙伴，你可以看得到自己跑了多远、跑了多久、心跳多少、燃烧了多少卡路里。看到这样子的数据，确实会让你更有健身的动力。然后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
那当然不只是运动，平常你也可以量心跳、血氧啊，然后也有一些安全的功能，像是跌倒侦测或是什么心律不整侦测之类的，或是像我自己，因为我都是每天佩戴它睡觉，然后我早上很常就会收到一个通知，是长达10分钟心跳低于40的这个低心率的通知。那我自己有特别去检查过心脏，然后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还好。我自己在用手机闹钟的时候呢，很常就是因为白天可能把那个铃声调得比较大声，或是晚上忘记把它调小声，很常早上的时候就是被那个很大声的铃声给吓醒。那这种被吓醒的感觉真的不是很好啦，就是很常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那 Apple Watch 的闹钟呢就非常的温柔，然后它就是会有手的震动，然后闹钟也会响，但声音也不会到太大声，不会吓醒你。那我自己觉得也不会吵不醒你，因为它毕竟有手上的震动，然后加上一点点声音。但以防万一啦，如果我是早上9点要起床的话呢，我可能就是会用 Apple Watch 设一个8点55的闹钟，然后用手机设一个9点的。如果手表真的没有叫醒我的话呢，我还有最后一道防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手机一响，然后你把它拿起来，然后发现是一个虾皮的什么活动通知，你就会打开手机开始滑一下虾皮，滑一下 IG， 一个回过神来，你就发现过了15分钟，过了半小时，而且一整天呢会发生蛮多是这种情况。那对我们这种自由工作者来说呢，这种降低工作效率的情况是还蛮不被允许的。那 Apple Watch 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你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有讯息的话呢，你的手表就会震动，那你就可以稍微抬起来，然后瞥一下，就会知道说到底是重不重要的讯息，也比较不容易分心。那这样你也不会错过讯息什么的。或是像是我们摄影师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常常手上会有很多器材，那你就可以就是不用拿起手机，你手表这样拉起来，你就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简讯，这样子就可以比较避免一些，假如说你的手机一响，你要把你的相机、稳定器、摄影机放下去，手机拿起来再滑一下，回一下简讯。客户这个时候可能看到，就会误以为你在偷懒或者你在滑手机的这种情况。好啦，那最后一点我来分享一下从 S1 升级到 S9的这个第一感受。这个萤幕呢真的是变大蛮多的，画面有一种延伸出去的感觉，萤幕亮度也更亮了。然后现在萤幕终于可以一直亮着，这样子更有戴手表的感觉。不锈钢真的是很漂亮啊，不愧是我朝思暮想的一个手表。然后这个手势操作呢，整体来说我觉得蛮新奇的啦，我自己是没有使用过。那整体的实用性可能要再使用一下才会知道。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反应有点偏慢，但是可能在那个发布会或是一些别人提早拿到的一些评测之内都有看到，所以也算是在预期之内，没有任何的问题。整体来说呢，还是非常推荐这个 Apple Watch 给大家。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啦。有任何问题或是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路易斯，我们下次影片见 ，peace。用刚刚 Jason 以前的那个开箱，他是不是？